你有没有试过一边祷告一边怀疑人生？那种感觉就像是你正对着天上的热线狂播，神啊，快接啦！结果没人接，也没语音留言，甚至连嘟一声都没有。此时此刻，你周围的人却一个一个像开外挂，敌人团结，攻击猛烈，话语酸得像柠檬，而你孤身一人，连盾牌都快摔断。这不是灵修偶像剧，这是诗篇83篇的开场现场。诗人亚萨急了，他不是求神给糖果，他是喊神啊，你该出手了吧！神啊，求你不要静默，不要闭口，也不要不作声。第一节，哇，这3连发是不是很像我们在赖群组里一直标记那个没回复的主管？亚萨对神的态度不是怀疑，而是极度焦急，就像说，主啊，我不是不相信你，但你这样静音真的会让人很难安心耶。你知道，当你祷告时神沉默，不代表他不在，但当你被攻击时神沉默，就会开始怀疑他是不是忘了你。这就是亚萨的心情。接下来你会以为你在看复仇者联盟反以色列版，因为你的仇敌喧嚷，恨你的抬起头来，他们同谋奸诈要害你的百姓，彼此商议要害你所隐藏的人。2到3节，这些敌人不是一般路人，他们是开会做简报，有 PPT， 有行动计划的那种。来吧，我们将他们歼灭，使他们不再成国，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人纪念。第4节，哇塞，这不是单纯讨厌你，这是打算从地图上涂抹你。现代翻译，我们要让他从 Google 搜寻中消失，连维基百科都查不到。这些敌人是谁？接下来诗人列了一长串敌国名单，听起来像是在点外送。以东人、以实玛利人、摩押人、夏索人、基大利、亚门、亚玛利、非利士、推罗、西利的亚述。这场面大概是古代版的8国联军联名讨伐以色列。如果你以为亚萨只是喊主啊救我，那你小看他了，他其实是喊神啊，你还记得你以前怎么出手的吧，这次也来一发。9到11节，他开始回顾历史上的经典逆转胜，像是在说，你记得基甸怎么打败米甸吧，你记得西西拉那场战役吧，你曾经让敌人自己吓死自己，现在拜托再来一次。这不是报复的欲望，而是一种信心的翻搅。亚萨不是对神失望，而是说，神啊，我记得你曾经怎么做，我相信你还是那位神。然后诗人开始用一连串画面感超强的词句祈祷，愿你叫他们如旋风的尘土，像风前的碎秸。13节，火怎样焚烧树林，火焰怎样烧着山岭。14节，用狂风追赶他们，用暴雨恐吓他们。15节，这时你可能想问，亚萨是不是太凶了点？但重点来了，最关键的一句话在那里，使他们知道唯独你名为耶和华的是全地以上的至高者。18节，亚萨不是只是想敌人死，而是想敌人醒。
不是想他们消失，而是想他们认识耶和华。这整篇诗篇的高光在最后，神的审判不是单为惩罚，而是为了让人回头。这不是一篇让你学会咒诅祷告的诗，也不是鼓励你在脸书上开骂敌人的灵修工具包。这篇诗是对那些在黑暗中感受到神沉默，敌人却猖狂时的灵魂说，即使神沉默，他仍掌权；即使敌人疯狂，神仍记得你；即使你觉得快被抹去，他依然能反转。神不是没听见，是在等待对的时机。敌人不是全能，是在进行最后的挣扎。诗篇83篇是一封写给那些还没看见拯救但仍选择相信的人，你也在其中。所以下次祷告时，不用怕重复，不用怕焦急，也不用怕神沉默，因为他有时沉默，只是因为他正排演一场胜利的出场戏。你准备好坐在观众席，看他如何现身，震撼全场了吗？